东阳，我还想跟你说两句啊，还生我气？好吧，那天是我不冷静，我向你道歉，啊。您不用道歉，事情都过去了。江阳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了，很久没这个感觉了。我记得，还是你母亲去世的那一年，我在县里挂职锻炼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回来办完了丧事，当天晚上就回了县里。还没过2天呢，你姐就来电话了，说你不肯上学，我这儿又没时间回去，气得我呀，天天晚上睡不着。爸，我现在长大了，不需要你担心了。我困了，你也早点睡。哎，爸，你又要跟我说不让我去东平是吗？你要相信，你老爸说的任何话，都是对你好。你们别对我好，别是为我了，行吗？您摸摸您自己的心，您是为您自己，您为了您自己的清誉，您要真是为了我，就替我思考一下，好吗？我就因为是您的儿子，所以我不能在东平创业，这可笑吗？这简直……我不想跟您吵，咱不聊这个话题了，好吗？我给您倒点水，您也冷静一下，我也冷静一下，行吗？啊！你不用倒水，你能不能坐下？我知道，你从小到大，整个成长的过程，我是缺位的啊。因为我看到你现在的成绩，我很欣慰。你有能力，有学历，我相信在任何地方，你可以创造一番事业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不可以去东平。我们在这边已经投了几个亿了，现在不是我一个人说停就能停的。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，立刻回头还有希望，否则的话，我回什么头？我就是正经做生意，我创业，我有什么需要回头的？我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了吗？你知道东平现在的事儿有多大呀？我需要知道吗？专案组正在查东平的事儿，你不要去趟这个浑水，好不好？哎，哪儿回来了？早点睡吧啊！辛苦辛苦辛苦。冰箱还有尿吗？我是机枪啊，你过来，你来帮我一下。拿了。那个三号，你过来帮我一下，过来帮我一下。哎，人呢？人快来，你快来！哎，你怎么不来啊？哎，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，达到法律真实，不要苛求客观真实。事实一天不清楚，证据一天不确凿，吴案海案就不起诉。
如果王玉有问题，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做不实诚。说谢鸿飞怎么样不重要，乔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，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。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，你这个代理俩都拉走了，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健。就是因为你万海案办得好，才让你上桌的。省院11部是干什么？全员出动，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？你背叛我，你又背叛我呀！哎，这还有，本来还能打人呢。哎，我被酸打了，别背叛我！今天考了高分啊，那个刘主任特批我今晚能多玩1个小时。行啊，考得不错呀。哼，那可不，你也吃点这个，挺好吃的。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。儿子，问你个问题啊。我说，假如啊，你们班那几个特别好的朋友，悄悄地溜进了老师的办公室，然后偷看了你们考试的考题。你没参与这事儿啊，他们也没告诉你，但是呢，给你画了一个范围，告诉了你几道重要的考题，你也因此拿了高分。那事后你知道了，你会告诉老师吗？儿子，问你个问题啊，假如你班上你特别好的几个朋友，偷偷的溜进了老师的办公室，看了你们考卷的题目，当然这事儿你没参与啊，但是呢，给你画了一个范围，告诉了你几道重要的考题，你也因此拿了高分。那事后你知道了，你会告诉老师吗？那肯定告老师啊，这得告老师。那你因为这几道题拿了高分啊？那我又没看那卷子，我又没干别的坏事，那肯定告老师。那你就不怕你那朋友们觉得你是在背叛他们？我这是为了他们好，你和刘主任不就经常这么教育我吗？可大家都知道你们是好朋友，老师也知道。你要是说了，你就不怕老师觉得你们是同伙？那我要不说，老师后来自己知道这事儿，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？省委政法委派来的专案组，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为什么来的，知道吗？就在这个会议室，就是我们这些人3年来，我们开了无数次的会，为了万海案，这才刚判，省里就来人了。先是查出张文静案不成立，接着万海案又出了问题。每次开会问你们啊，都说没问题，那没问题，现在怎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？后边会不会还有问题？还有什么问题？那诸位，你们谁能告诉我？接到省政法委的通知后，我已经向建宁书记做了汇报。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同志要接受专案组的调查问话。我希望我们的同志要提高站位，敞开心扉，同时安排好本单位、本系统的配合工作。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几天了？报告蓝书记，已经带走3天了。我们这边已经安排市局政治部主任去分局临时主持工作。3天了，那应该被砸实了。你作为案件侦查机关主要负责人，你本人要亲自阅卷，细细过一遍侦查内卷，把所有的疑难问题梳理出来，我要看。好，要快。我知道。你们2家也一样啊，院领导要亲自阅卷，找出问题点报给我，咱们要做好内功。
争取自己的问题自己查出来，力争主动就是最好的配合。这几天我们都随时通报情况，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。最后我再说一句，希望我们的同志少出事儿，希望在座的不出事儿。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年长些，办案经验也比我丰富，让我在这里做经验分享，实属是班门弄斧。但是，我还是想借此机会，关起门来，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，讲一讲在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。在这一次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办理过程中，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，我们东平市检察院一部的2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问题，其中一位是我认识了20多年的同学、同事。这个案子不管谁来办，事实一天不清楚，证据一天不确凿，万海案就不能起诉。另一位是我从第一天踏入东平市检察院就带我入门的半个师傅。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，他证明不了什么。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，依然可以起诉。我们曾经日夜并肩作战，是战友。我们彼此信任、了解，可就是一念之差，人就会堕入万丈深渊。我心里有过愤怒，有过惭愧，我更有过不解，有过痛心。但是，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，随着社会的发展、时代的进步，对我们的检察工作也提出了更高、更严格的要求。我们的检察工作要真正履行好监督职能，不但是要保证侦查、审判、执行等执法司法行为符合法律规定，同时还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，从严管理好队伍。如果我们连自身的监督都做不到位，又谈何去监督其他的执法司法机关？谈何去确保公平公正？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在此表态，一定筑牢思想防线，强化自身的监督与制约，举一反三，亡羊补牢，建设一支忠诚、干净、有担当的检察铁军。请0024到01号窗口。吴老师，吴老师，钟梅来了。在12309呢，你是不是得赶紧去一趟啊？请0025到03号窗口。请0026到04号窗口。跟我走吧，我他们家转位。
我们家老乔这一辈子兢兢业业，从不拿人家吃人家的，这他怎么就变成了贪污受贿的罪犯？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谁能给我一个真相？有人拿我和乔依然威胁周彪，所以周彪才去公安局报案，承认老乔受贿，他们才在我们家搜出了大量现金，这完全就是被胁迫的。周彪现在人在哪儿？可不可以出来作证？他现在也不敢承认，但这个事儿他跟我说过。周梅同志，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了解调查，同时也会向上级报告。我保证，一定会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。但这需要时间，再等等。需要多久？需要按照程序一步一步的来。老乔2月26号没的，到现在多长时间了？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。我觉得老乔的死有问题。洪亮，老乔的死，起码在你心里是有疑点的，是不是？说话呀！所以呀，那天你和郑亚萍大晚上去我们家给我做工作，说省里会派车拉老乔去做2次尸检，可结果呢？现在呢？现在这地底下埋的是不是老乔，我都不知道。你干他干什么？你干我！那天，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永清河给老乔烧纸，我发现山也青了，树也绿了，冰也化了，雪也没了。可谁还记得我们家老乔是在永清河里边捞出来的？万海案都已经尘埃落定了，在整个东平，谁还记得有我们家乔振兴这么个人？你要说没人记得，哎，他还有影响，就是他们认为我们2个就是贪官的家属，我们就得背着骂名，躲躲藏藏一辈子。现在我工作也没了，孩子连学都上不了，我就想着，我来省里，我好不容易，
我才见到了您孙专伟啊！你呢？你说需要时间，你说让我等，我等到什么时候？我还要等多久啊？洪亮，经党组研究，准备调曹野来接替你的位置。这个小曹你是知道的，业务能力很强，有担当，就是脾气有些急。移交工作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多些耐心。另外，你得劝劝张怀恩，他也想调职去一部。大家都不喜欢在11部干，看看你带的好头。疼什么呀？安抚安抚他。曹嘛，我手拿把掐，分分钟安抚到位。什么小曹？小张张怀恩，小曹是要移交工作，小张是要劝他留下来，安抚他留下来。对。回头移交工作的时候，把这个材料交给小曹。哦。多长时间？什么多长时间？上次那个中兴路那个水样，多长时间？哦50场。回头我帮你问问。这回啥头啊？你这不是分分钟就知道的事吗？上次您跟我说了，说只要出结果，第一时间告诉你。等等，等啥时候？再等等，再等等是啥时候？我哪知道啊！等等，我告诉你了。不是你等来等去，我衣服多了个屁的！你冲我嚷什么？等等两个字听不懂啊！出去！万总，有主任在等您了。找你来啊，是有一个好消息。我们联系了一家企业，愿意接手你们万川矿业，帮你们解困。不是主任，您啥意思啊？坐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快经营不下去了，银行贷款压得你们喘不过来气。这时候如果有企业能接盘，帮你们承担负债，对你们来说是个好事啊。而且你们还能到手一大笔现金，这以后想做其他生意都可以的，这不比火烧眉毛干着急强得多呀？主任，您说这道理吧，我都懂，您说的都对，但关键问题啊，万川矿业它不是我的，卖与不卖我说了不算。万朝是法人代表，他根本就不能同意。我的意思是啊，还是拜托您费费心，在银行那儿帮我再使劲。银行那边该做的工作我全都做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今儿不会来约你聊这事儿的。你想想啊，是当年你们家刚发现铜镍矿的时候，这你哥跟我们吹的可是天花乱坠，忽悠我们给你们背书，让银行给你们贷款。主任，这咋能是忽悠您的嘛？当年咱都是坐下来谈好的，你情我愿的嘛，对不对？谁让你哥是黑呢？现在人也没了，钱也没了，他跟我们吹嘘什么新能源产业，连个影都没有。我希望啊，你们能够面对现实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会被拖垮。我现在能面对的现实就是万川矿业是我们万家唯一的最后的希望了，有他在吧，我们还有翻身的机会。如果把它卖了，我们万家就啥都没有了。您再帮帮我们吧。我这就是在帮你们。
天龙集团可是我们东平市首屈一指的企业，也是我们开发区纳税大户。他们如果愿意接盘，对我们各方都有利。说句不好听的啊，你们现在是捧着金饭碗在要饭。你想啊，要是再拖下去，银行负债率更高，到时候你们再想卖的话，这价格就更不好谈了。我回来啦！哟，媳妇回来了。来，范同学，牛牛，妈妈回来啦！喝酒了，庆功宴。你等一下啊，马上就好。小牛牛，想不想妈妈呀？抱抱妈妈嘛。今天呀，都是做的你最爱吃的，看茄子大虾，还有小炒黄牛肉。对，妈妈。哎，我说媳妇，你这是没出去多久呀？怎么这么快就把这个案子给办了？这是又能立几等功啊？啊！妈咪，来，快来看看蛋糕，这可是我为你精心定制的。哎呀，咋样？谢谢。今天你最大，生日快乐！严书记，根据您的指示，指导组已经撤回来了。我不是抱怨啊，就是有点担心，同志们辛苦了工作那么久，就怕他们有情绪。另外，也担心我们会失去先手。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。你想深入查，就有人来说情。你说为什么？够强硬，关系网够密实。我们撤回来，对方固然可以稳住阵脚、扎军篱笆，但是我们也可以麻痹敌人，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，看看他们的路数。我喜欢打羽毛球，现在最流行的战术就是打四方球，就是把球打到对方场地的4个角，充分地调动对手前后左右的奔忙，在他疲于奔命的时候，找准机会，一拍打死他。这个战术好。中这么要求，办案子既要拔钉子，又要打散破网。只有把讲关系、讲人情这个烂根切除，才能够搞好法治建设。回去啊，跟同志们好好说说，眼光要长远一些，目标要放大一些。下次打就练果断。明白。今日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，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。此前，该案嫌疑人万氏集团法律顾问张文基当庭喊冤。经过检察机关、公安机关周密细致的核查工作，最终认定张文基不构成犯罪。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，张文基被无罪释放。这一重大反转，体现了我市政法机关严格、认真、负责的司法态度，也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，坚持对法律负责、对人民负责。
告人万海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判处有期徒刑7年；犯强迫交易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7个月；犯寻衅滋事罪，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；犯敲诈勒索罪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。数罪并罚，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。李姐您好，今天万海案公开宣判了，这是东平市扫黑除恶取得的重大成果。您能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的工作思路和感想吗？万海案是一件社会影响大、群众关注高、舆论广泛聚焦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。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，我们检察院主动向上级机关请示，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和法院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，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机制，有力高效地推动了案件的办理。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，在打击违法犯罪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。我想请问，您觉得检察机关该如何扮演好这一角色呢？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，检察院的主要职责就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，保证法律统一正确的实施，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。我们会继续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，我们会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，更好地巩固专项斗争成果，提升东平人民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。律所呀，已经是满额状态了，没有办法再找人了。您已经是这个星期第5个跟我这么说的了，我就是好奇呀，整个江南市就都有这么一个律师啊？张律师啊，您是著名的律师，还是咱们江南市太小了？周老师，自从您丈夫出了那件事以后，学校的公众号下面有些家长留言恶评不断呀，视频号下面也是各种的闲言碎语，给学校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我们的压力很大呀。但是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个人没有违法犯罪。这道理我完全清楚，可是家长不清楚啊。校长，我在这个学校兢兢业业教了快20年的书了，带过的毕业班每年成绩都是年级第1。周老师，您给咱们学校费了多少心，尽了多少力，我是一清二楚。但是我作为校长，就不得不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来考虑。这一点，也请您能够谅解。
现在很多学校都需要您这样的资深教师，特别是私立学校。如果有合适的机会，我会帮你推荐。乔依然最近和同学发生了很多冲突，为了他的身心健康，他最好也能换个环境，这样对他今后的成长也会有好处。主任，您看，这条就是地铁2号线，出站口天龙站就在那儿，预计明年就能开通。各位领导，你们再往那个区域看，大都西山、大都望海都是咱们天龙集团的明星楼盘，刚好也都建在咱们开发区的管辖之内。都说天龙集团是我们东平民企的一张名片，今天看了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主任，您真的是过奖，也只有在开发区管委会和您的领导之下，那我们才有机会为开发区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。我们的发展潜力啊，还是挺大的。我有个提议啊，各位领导，要不我们移步前面的茶歇区，我们呀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水果，咱们边吃边聊，这样我也有机会啊为各位领导好好介绍一下咱们集团未来5年的发展计划。这边请，来，这边请，领导请，请。刘晨，据我了解啊，那片空地未来3到5年会建一片新能源汽车城啊。好像是，我记得好像在政府的规划会上是提到过的。既然陈总也知道，那您对新能源领域有没有什么打算？这是。其实您是可以考虑往新能源方面发展的，那可是高新技术，也是我们市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，大势所趋啊。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核心技术之一就是动力电池，所以啊，全球电池对镍的需求量一直在增长。恰巧，在我们开发区就有一座铜镍矿。不知陈总有没有兴趣啊？有兴趣啊，我当然感兴趣啊！只要刘主任和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，我们可以做任何贡献。陈总，您先不用着急回复我啊，这毕竟关系到你们整个集团的规划和发展，您先考虑。对，不着急，这可以慢慢聊。刘主任，我上次听子建一清说，您好像对大都西山的房子是不是挺感兴趣的？你们这生意太好了啊，早卖完了呀。确实太好了，但是有这么一栋样板间呢，在打折呢，有时间来看看。445310，到，家属探监。445310，报告。10号窗口。是。
很多东西，给管教了，钱我存够了，缺啥跟我说。你把那墨镜摘下来，墨镜蹭大了，摘了。还行，这眼睛也没戳瞎呀，没破相。你命大，儿子，爸对不起你，是我没本事，让你还有你叔吃苦了。嘿，小乖乖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走，好呢，哦呀，哎呀，老师。我听说最近你们又杀人了，怎么回事？情况急，来不及了。哎呀，动不动就打打杀杀，那成什么了？那不成黑社会了，是不是？嗯，老师，我给您保证，以后不会再出这样的乱子。保证？怎么保证啊？嗯？3年前，你们就跟我说，要让我放心。小龙啊，你们就这个样子，让我怎么放心呢？想没想过，事情闹大了，盖不住了，该怎么办呢？那小子呢？不敢来呗。你敢啊？老师，我们这事儿虽然干得不漂亮，但它过去了。我给您发个誓，以后绝对不可能再出这样的乱子。行吧？老师，我今儿来呢，就是要跟您说件事儿的。这不万海已经判了吗？这个开发区的领导他们来找我，他问我能不能接这矿。谁找你？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。说说吧。这个我们就投标去了，这肯定不是什么大问题的。但是矿这事儿是他主动找的我们呢，啊，这叫产业链。我觉得只要干好了，咱们肯定能挣大钱的。这次，哎，小荣，我这园子造几年了？这个从您圈地到现在有6、7年。什么时候盖的我这房子来着？打地基那会儿，我记得3年前吧。花园几年了？那时间长了。这从您住进来到现在，您不是一直在弄吗？弄到今天还没弄完呢。是啊。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花园，真正把它弄好了，还是很难的。就这个季节，你外边能看到我这绿吗？把这些花花草草种下去之前，你这得先挑土、施肥、翻晒，这就要养好几年。等把这个土壤啊调整到最佳状态，
你这才把这些东西种下去。干什么事情，这都不能心血来潮啊。其实我都筹划好多年了，现在也该让你知道了。4年前，我问过你，能不能搬到万海？这事儿你还记得吗？老师，您辛苦了这么多年了，以后啊，您就在这个山庄里边种种花，喝喝茶。我和小龙呢，经常的就过来陪陪你。都说人老了要落叶归根呐。你们说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到东平去？我听说万海这家伙现在混的是风生水起，我呀在他那儿栽这个跟头是最大的。要想回东平去，除非让他下地狱，干就完了。我来。万海这一进去，我就托人在矿上给他封了。他现在欠银行3个亿，等他还不上贷款，被银行起诉，法锤这一落，这不就是咱们的了吗？所以呀，你根本不用急着出面，耐心等待，啊4年前这事儿你就想好了？这么大个事儿啊，你之前不跟我说一声？跟你说一声，知道的越多，这顾虑也就越多呀。我怕你束手束脚，反而啥都干不成了。小龙啊，打主意，这是我的事儿。等把事情办成了，大家都有好处，是不是？老是老了，很多事情啊，这得靠你们年轻人了。你这也难得来一趟，正好我这散养了一些走地鸡，让厨子给咱们炖一只，陪我喝点。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，要注意一分为二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，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呀，不能倒洗澡水，把孩子也倒掉了。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，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。还有就是谢无非，要以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，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。喂，郑主任，我已经查到了，张文京买了今天早上8点半去江南市的长途车票。好，我马上赶过去，告诉子言去车站跟我会合。检察官办案，谢谢。抱歉啊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抱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
主任，9号检票口。这儿啊，你好，问一下，这是去江南的吗？是。好，谢谢。小白，哎，你去看看去江南是不是只有这一班？好嘞。这是你女儿吧？我们亲自送你去江南。主任，没错，就这一班。不好意思，检查官办案，我要进去找个人。好，谢谢。子源，你在这盯着点。谢谢啊。你好，检察官办案，我要找人。瞎瞅啥？胡组长，谢主任购买的金条和提供的票据大部分已经对上了，其他一些我们也查明了来路。您看，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就把金条还给谢主任。谢主任，您核对一下数量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在这边签个字。张主任，给你们添麻烦了啊！说句心里话，确实耽误我不少工作。事情查清楚了就好。省院来的领导，洪大组长，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给我道个歉呢？哎，洪亮，洪亮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路过，来问问情况。U 盘查的怎么样？我们呢，就可能最近就要撤了。撤了？哎，查完了？倒是没有。没查完怎么就撤了呢？谁说不是呢？现在就是这个组织上有这么个安排啊。不是，那查出什么了？那还是有收获的，就是张文京，现在呢就证实了他确实是跟黑社会组织没有关系，所以他现在就是无罪释放。那万海呢？李仁俊、老乔呢？你就这样不管了？U 盘我都给你们了，对，你们顺着往下查下去，肯定会有结果呀。我
我们也得服从组织安排。原来是我看错你了，你还拿来。U 盘，既然你拿着没用，还给我。也不能说没用，我已经上交组织了。咱这么的，王老师，我呢回去之后，我马上就跟组织上反映一下这个情况。完了，我得着空了，我肯定就催他一下。不麻烦您了。不是，10几年了。有些人的心呐，早就黑透了。找你一圈没找着。我是这样式儿啊，就是，明天我就想先不跟咱们大队一块儿北海州，我看我爸妈去。所以亚平组长，我这儿就今天晚上跟您搞个假。指导小组解散了，你不归我领导。行，那我就跟我们孙专委汇报。亚平组长，亚平组长，叫来叫去的，叫顺嘴了。每次一喊这亚平组长吧，挺亲切，还挺温暖，踏实，我感觉好像说，哎呀，一个战友。感谢啊，亚平组长。咱折腾这么一趟，虽然说这结果不老好的啊，可是这么一段时间，在亚平组长这个坚强的带领下啊，这回是真的。我真的还挺幸运，因为能跟你在一块并肩作战，我挺自豪的。而且我觉得啊，就说虽然说结果论啊，但是咱这么想，是不是张文京不管怎么样还了他清白？乔振兴如果在天有，他会觉得说，哎，说我这个兄弟吧，没白教，挺好。所以，只要不亏我心，啊，别太难受，祝顺利。你甘心吗？我明天回去找张检申请。这个案子我放不下。洪亮，你愿意继续跟我并肩作战吗？亚平组长，如果你真想翻这个案子啊，但是晚上我要脱制服了。咱这么着，只要我们不违规违纪，无论我走到哪儿，啊，无论天涯海角，随叫随到。洪亮，你是副组长。洪亮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是11部的，我呢是1部的。你认真起来的样子，挺像个检察官的，没那么怂。我要把日渐云下。
我要这朗朗乾坤下，世事有王法。